Hello，大家好，我是一心啊。做这个选题是发现有太多的人在我的私信那边催更我跟凯班的故事。其实本来我是想一点一点的按顺序去记录我的军旅生活的，但是既然大家都对这段情感纠葛这么感兴趣，那我就先聊一聊。之前因为我是觉得通讯录在服役期间喜欢上班长、排长、指导员、队长之类的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那种单一枯燥的环境之下，想找一个精神寄托，实在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过可能是现在因为通讯录不能参军了吧，所以说这种事情可能大家听得少了一些，所以说才会这么感兴趣。这里说句题外话，其实现在要求通讯录不能参军，我是能理解的。就是我听说，哪怕现在是同一个单位的男兵女兵，都是不可以发展恋爱关系的，而且只要你谈恋爱，都是需要报备的。我们新兵连那会儿还是男兵女兵混宿的，就是隔着一层楼，但是在同一栋楼里。我们那个时候连女兵看都不允许看，就是你哪怕越界了一点点，都是要通报批评的。这个就是真的是影响战斗力的，所以说也不是闹着玩的。不过取向这个东西嘛，它又没有量化标准，现在也只是多了一份调查问卷，好像是你自己合理的演示，其实也没有毛病。而且在我看来，无论是谁，只要你是有那种价值实现的需要，从而想去参军的话，我觉得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你一开始就抱着一些不合适的想法，就是想去干嘛干嘛的，那种想法的话，我觉得那还是省省。因为确实不太合适。话又说回来啊，就像我之前说过，我是在特勤单位的，平时的工作生活是要比普通的单位要更紧张、更累一些的。就是真的不适合在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情愫，但是就像我说，在那种环境下，就更容易那个，就像我们单位的战友情，我觉得肯定都是要比普通单位的战友情要浓厚一些的。尤其是像我在第2年的时候，即便我一直是在拖后腿的那个，但是我跟战友之间的感情已经非常的融洽了。就是哪怕每次考核的时候，都会有战友主动过来帮我背枪啊，或者说卸背囊之类的。就是我想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就是跟直男相处的时候，一些直男的把戏确实会让人搞崩溃的，因为你的边界一直在被摩擦嘛，尤其是那种肢体上的边界感。那个时候在我的边界一直摩擦的，就是凯班了。怎么说呢？可能就是摩擦的非常多。所以说，即便我一开始是不喜欢他的，就像我刚才以前说过的，他从援疆回来之后，把一些跟我玩得好的班长全都抢走了，尽管我才是后来的那一个。但是随着接触越来越多，甚至后面还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比较超过的行为，就导致了我有些无可救药的喜欢上了他。但其实整个故事并没有特别多的戏剧性，毕竟生活跟小说最大的区别就是生活往往会选择那一条最无趣的路径去展开。但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还令我记忆犹新的原因是，它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我的一切的情愫都曾以它为中心真实的展开过。可能生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近乎荒诞的真实吧。我之前也有描述过凯班，说他个头矮，眼神又凶，感觉对什么都很冷淡，然后有一种那种近似于慵懒的那种感觉。我一开始不喜欢他，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我之前都是比较喜欢那种很有活力的那种人，就是像武阳那种。但是你跟他熟悉了之后，就会发现他是那种外冷内热的人，就是不仅做事很利索，而且训练场上也非常的帅，再加上因为他是训犬的。而且他那张严肃的脸，就是一有什么事他笑起来之后就会变得非常有感染力，就是前后就有一种反差感。加上因为有武阳这个介质嘛，我跟他的接触就越来越多。当然后面更直接的原因是他阴差阳错的当上我的班长，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在他当上我班长之后发生的。之前都是一些简单的打打闹闹。就先说一下凯班是怎么当上我的班长的。凯班当上我班长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建委班长不干了，因为他需要提干去备考。这部分其实也比较有意思啊。我们那个时候的提干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多啊，像高中毕业的义务兵，第2年就有资格去考军校，然后士官的话呢，有2个3等功或者说1个2等功就有提干的资格，然后就是需要通过一个文化统考就可以。然
然后监委班长就是备战那个文化统考，因为他有2个3等功。然后备考期间的话，就可以不用参加训练，只要参加一个体能课。那个时候有很多战友就借着这个名义去躲懒，监委班长呢，甚至就连体能课都不来，他就是那种，他只要想做，全世界都要给他让路的那种。而且另外2个有提干资格的士官也是带班的班长，所以说就直接导致我们那个时候体能训练有些进行不下去，因为你不可能指望一个班长去带一整个中队。所以说中队也是为了支持这3个班长的提干，就改动了一下班级的编制，凯班就成了我的班长。然后监委班长也不出意料的考上了，当然有点我的功劳，因为是我辅导的。然后他考上之后就出发收拾好出发去学习了。然后凯班就一直是我的班长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凯班当上了班长之后，我觉得他整个人的气场都变强了很多，导致我一开始有点不适应。而且我们之前的相处模式就是那种打成一片那种，就是监委班长经常因为这个骂我，就是说我没大没小的。这个我后面才理解，因为关系好是允许的，但是跟上级总是没有分寸，就容易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服从性的问题。就是凯班一开始没有很好的治得住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有一个度的。而且就是编制刚变动那段时间，我有很多心思还是在监委班长那里的，因为我打心底一直都是非常认监委班长的。当时监委班长叫我去辅导他学习，我屁颠颠的就跑过去了，有时候甚至他没叫我我都跑过去，因为我那时候还是特别的希望被人需要的。只有一点比较搞笑的，就是因为那个题目非常的简单，大概就是高1的内容，我有时候就给他们讲不会的时候我就着急，但是着急的话挨揍的却是我。而且我有时候会附带给另外2个班长讲题嘛，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理解那种小心翼翼的给别人讲题是什么感觉。我这里要说的是，因为我那会儿总是牵挂监委班长，甚至还有一些没把凯班当班长，所以说凯班就有一些不爽。他当时对我说，你能不能对我这边的事儿也上心，我现在才是你的班长。但我当时的回复是什么呢？我说你是不是吃醋了？当然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挨了顿打嘛。因为这句话是非常不合适的，但是我那会儿就是有些贱的皮疼嘛，就是跟直男喜欢用肢体动作去侵犯别人的边界一样，我那个时候是比较喜欢用语言去侵犯别人的边界的。当然也是因为这种彼此侵犯反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嘛。当时监委班长总是骂我没大没小的一件事情，就还是有一件事情是我那个时候经常称呼凯班跟武阳班长亲爱的。因为他们两个直男嘛，就是听到这种比较肉麻的称呼就会像吃了屎一样难受，所以说就成了我的惯用手段。因为他们那个反应真的很有趣，当然闲得蛋疼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去找直男尝试一下，当然挨打了不要说是我教的就行。然后但是我当时确实有借着去辅导他们学习的名义躲懒的意图啊，比如说休息的时候靠着这个躲避出公差之类的，确实是把一些事情丢给了战友。所以说当时凯班还是比较严肃的跟我说了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是会同意我去找监委班长，然后我也是会处理好班级里的事务之后再去找监委班长。但是那次谈话之后呢，我就开始也越来越认凯班是我的班长了。事情应该是一点点转变的吧。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很久没有写日记了，真的有很多细节想不起来，主要是因为到了第2年，周围的一切全都熟悉了，然后心情也好了很多，所以说那个就没有什么事情一直是憋在心里的，然后写日记的习惯就没有保持住。就像我一开始写日记是为了记录新鲜的所见所闻，后面写日记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因为我新兵连跟后面一段时间还是有点压抑的嘛，真的就是越到后面就是越没有写日记，真的就应了那句话，就正常人谁写日记，可能这句话真的是有一些含金量的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是记得很清楚的。有段时间凯班养伤当然受伤的原因也很离谱的，就是他在水房跟武阳打闹，结果导致自己的手被开水烫了，当时整个手背全都烫伤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气温还挺高的，为了防止那个伤口感染嘛，所以说就让他在班里静养。
然后我呢就负责给他带饭、照顾他之类的。我很喜欢照顾人的时候的感觉，因为照顾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有一种满足感嘛。然后他的手上一直缠着绷带，然后好的差不多了，其实我就说你再缠一会儿吧，再多休息2天，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蛮享受照顾他的那种。但是问题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是身上有毛病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膝盖积液已经有一些严重了，主要也是跑步跑的嘛，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很疼，活动开才会好一些。这个当过兵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很常见的一种。尤其是在特勤，这个东西完全不能成为你偷懒的理由，因为在特勤的话，就是老兵都一致认为出现这个的问题，唯一的原因就是练得少了。然后就是他躲懒这段时间，就是训练是由带队的班长指挥的嘛。紧接着有一天训练，当时我忍着痛跑完了一个山地5公里，然后带队的说要开始冲坡训练。冲坡训练是很痛苦的，我觉得比练腿要痛苦100倍，因为我们冲的那个坡有30度，大概80米，我们叫它好汉坡，要全速冲到坡顶，然后再走下来，走下来之后，然后再冲上去，如此的反复。我知道自己跑不了这个，然后就举手打了报告，结果带队的说你整个山地跑都跑下来了，为什么不能跑这个？冲个坡冲不了了。然后我就没说话，因为我的脾气也倔嘛，所以说那就跑就跑嘛，疼就疼嘛。然后结果一跑就出了问题，而且那个问题在我冲第一趟坡的时候就出现了，因为当时快到坡顶的时候，我就听到自己的膝盖啪的一声，紧接着一股剧痛就袭击过来，我当时像是被电击了一样，整个人直接站不稳就摔倒在地上，甚至当时那个膝盖啊、胳膊啊全都是擦伤，开始流血。旁边的战友就立刻扶我起来，坐在路边，我就明显能看到自己的膝盖开始肿起来了，然后而且根本顾不上那些擦伤，因为相比那个膝盖内部的疼痛，那些擦伤简直就像挠痒痒一样。我当时真的疼得冷汗直流，而且当时那个疼直接给我留下了一点心理阴影，就是我现在哪怕听到自己的膝盖关节有些弹响，我都会下意识的有时候心里咯噔一下。而且当时那个带队的班长也吓坏了，因为我当时真的连站起来都做不到，就是坐在路边那边一边咬着牙一边喘着粗气。其实我当时特别的想喊出声音来的，然后想转移一下注意力嘛，但是因为身边人这么多，我就在那边憋着忍着了。当时队长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就直接找了一个我们队里体力最好的战友，让他把我背回了营房，因为当时我们那个营房离我们的训练场还有1公里多，就是把人背回去真的是不容易的。当时凯班在屋里嘛，就是歇着呢，然后看到我是被别人背回来的，就直接一个震惊，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当时还笑着跟他说我腿废了，他就有些着急，责怪我，就有些责怪我的感觉，说为什么不打报告？他说他都已经跟带队的说过了，我只需要跟着基本的体能就可以了。我就跟他说我打了报告了，只是带队的没听。就是他就看着我肿起来那个膝盖嘛，就是我能同时从他脸上看到愧疚跟生气2个表情。我就跟他说没事儿，正好我也能休息一下了。后来我是去医院确诊的是中度的韧带撕裂，而且这个伤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哪怕到了现在，我还是有一些怨当时那个带队的班长的。退伍后跟他甚至一次联系都没有过，因为就是哪怕10年了，我到现在腿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当时更是严重到有1周多的时间都不能下床，然后就当时就变成了凯盘就开始照顾我了。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挺狼狈的。战友们去训练的话，我连上个厕所都要那种扶着墙走，而且我也不喜欢麻烦别人嘛，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战友在班里的时候，我也喜欢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但是凯班呢，只要发现我在逞强的时候，就会让人过来帮我，然后还会那种略带训斥的说好了吗你就乱动，然后就会关心我恢复的怎么样，然后我当然就会觉得自己是被他看到的，而且他的这些举动的话就会让我觉得比较安心。我真的有一些记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他的了。有些遗憾这段时间没有写日记，也庆幸这段时间没有写日记啊，因为如果留下记录的话，如果现在再看到的话，可能多少还是我会有一些伤感。不过我是把这段时间的日记变成了10几页的情书写给了他，包括从一开始的讨厌他到后来的喜欢他，所有的点点滴滴全都记了下来，然后
变成了信寄给了他，不是寄了，就是直接拿给了他。然后他看过之后，我又把那些信亲手给撕掉了。这可能就是整个故事中唯一比较抓马的一部分。就是现在也会有些奇怪，就是有些人真的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变得有些离不开他了，而且那种喜欢跟讨厌的转变，其实在日常里是不常发生的。但是我比较明确的是，从讨厌变成喜欢，就会非常喜欢，甚至会发展成喜欢以上的情感。当然，写情书之前还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的。写信那段应该是要重点说，那我还是先说一下之前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就是我因为那个有伤嘛，所以说就安排到队部去当通讯员了。因为文书跟通讯员都是我们中队养病号的职位，而且因为是跳着说的，我这里就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当时援疆排回来之后，我们中队的主官就换了一批。因为我们中队的主官升官都特别快，包括排长的升官特别快。新的指导员只大我1岁，队长也更年轻，所以说我跟他们沟通就完全没有隔阂。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当时跟指导员相处没多久，他就察觉到我的取向了。虽然我当时是极力否认，但是他意味深的笑了一下，也没有深究。妈的，这段故事其实也挺搞笑的，我找个机会再说吧，因为它不是重点。总之就是我跟新主官相处的也算融洽，毕竟都是同龄嘛。我这里要说的是，就是当你跟一个中队的主官都闹得嬉皮笑脸的时候，你跟中队里那些班长就更能闹到一块去了，就是更没大没小。而且凯班也没有怎么管过我没大没小这一块，建委班长又提干走了。所以说我的第2年真的多了很多不严肃的成分，可能真的就是我的运气比较好吧。而且当各个班的班长过来跟你勾肩搭背的时候，你要说心里没有暗爽跟飘飘然也是不太可能的。当然我也知道他们有时候过来套近乎是为了些什么，比如说排哨的时候给他们安排一个好的时间段，或者说打听一些内部消息之类的。这里还是需要简单说一下站哨吧，因为我们当时每个人都是要站哨的。白天的话一般是2个小时，夜哨的话一般是1个半小时。班长也不例外，班长也是要站哨的。就是如果按顺序排到他们的时候是在夜里2、3点钟的话，就会让人很不舒服，因为它会影响睡觉嘛。所以说经常会有一些人过来套近乎，想让你暗箱操作一下，让他们12点之前站完哨之类的，就是能睡个安稳觉。因为我当时作为通讯员的话，我是负责排哨的那个，就经常有一些班长或者老兵过来跟你套近乎。而且那个时候有人跟你套近乎的时候，如果被凯班看到的话，他就会过来把你拉走，然后跟你说什么能不能不要谁的话都听，会给自己添麻烦，然后让我只听他的话之类的。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好奇妙的感觉，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理解。而且有的时候我跟武阳一起合伙去捉弄他的时候，他也会说什么你完了，看我回班里不弄死你之类的，我也会有一种好奇妙的感觉。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个感觉。而且说实在的，我这会儿跟凯班的关系已经比他跟武阳的关系还要亲密一些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俩之间发生的事情比他俩之间发生的事情要多得多。而且相比武阳，他真的沉稳很多。在看不到建委班长一段日子之后，我已经非常认可他作为我的班长，所以说我也更愿意去黏着他。只是偶尔会犯贱，想看他吃点亏了，但大多数情况下，我能把自己得到的好处全都给了他了。但有一点的是，我应该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喜欢他的。就像那个时候我作为通讯员，其实我是可以住在队部的，但是不知道为啥，我当时就跟指导员说我是想继续住在班里。指导员也同意了，毕竟就是说，他说你要愿意整理内务你就去，毕竟班里的那个内务要求是比队部的要高很多的。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就是班里人多会让人觉得安心一点，或许就是因为凯班的床就挨着我的床，可能可以离他更近一些。因为我每天从队部忙完，基本上都是已经熄灯的，我回去之后看到他在那边玩手机，或者说已经睡下了，我都会觉得有些安心，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开心。但是我那会儿基本上都忽略了这些情感，我有时候甚至坐在他的床边看着他玩，
他那个时候最多的话就是跟他的女朋友聊天。我那个时候作为通讯员，我也有了用手机的特权嘛，我也有他女朋友的 QQ，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吵架嘛，吵架之后我会从中间调解，完了之后他女朋友找不到他人的时候也会问我人在哪，我那个时候都会很自然的回复，因为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我还是真的就是刻意忽略了某一些事情嘛，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因为我那个时候一直是认为我是在暗恋我的白月光的。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我的白月光是谁，就是我之前有说过的，就是我的那个大学教官。其实我觉得我暗恋他才是正常的，因为我那个教官真的很优秀嘛，哪怕到了现在我也很难遇到比他更优秀的人。我当时参军的一大目的不就是为了跟他多一些共同话题嘛，而且确实是当了兵之后觉得共同话题多了，然后距离更近了一些，我就开始不停的给他写信。我们那个时候往来还是主要是通过写信，因为我特别喜欢写信。他当时我那个白月光给我回信的时候，我都高兴了半天，然后那个信件我一直小心翼翼的保存到现在。我当时甚至给他的一些聊天记录的截图我都小心翼翼的保存。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我是不认为我会喜欢上别人的，就是喜欢上凯班才是不正常的那种。但是人的感情就是说不准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莫名其妙的变得离不开了，真的挺说不准的。所以说我现在几乎不会答应跟别人异地恋，就是因为我觉得即便是我在异地的情况下可能也很难保持专一，这个有点扯远了。我比较的清楚的意识到对凯班的感情有一点点不对，是有一天晚上熄灯了之后，他跟往常一样过来跟我说他跟女朋友又吵架了，然后让我想想辙。就是我突然就有一些烦躁，我说成天因为一些破事在那边吵，他那么作都是你惯的。其实我没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凯班也挺惯着我的。然后当时凯班就有点懵，我就意识到我这股烦躁有10分有9分的不对劲，而且我当时就逃了，我回到自己的床上躺下了。他反而过来跑到我的床边问我他哪里得罪我了。我说我没有，我今天有点累了想睡了。这件事没有后续，但是我因为这个事情突然有了这个意识，但是一旦有了这个意识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对劲了。他有女朋友这件事情越来越让我觉得烦躁，然后他跟别人走得近了一些也会让我觉得烦躁，就后面就是这个样子的情况。我就开始纠结是因为我不光是察觉到自己就喜欢上了一个直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在背叛我的白月光。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甄嬛传》，就是那个温实初跟沈眉庄睡了之后，他首先觉得自己是对甄嬛的背叛，就是哪怕那个甄嬛一点点都不喜欢温实初。我后面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就特别能理解温实初当时那个怂劲儿。但是我跟温实初不太一样的一点是，我是比较快的接受了自己喜欢凯班的事实，然后把白月光当成白月光。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可能继续再去喜欢白月光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实质性的结果。但我那个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想躲着凯班，因为我不想再经历一次暗恋直男的痛苦了，我想着慢慢点拉开距离就好了。但我想的还是有些太简单了，毕竟喜欢的人就在你的跟前晃荡，你那种喜欢的情绪是会越发浓烈的。而且要命的是什么呢？凯班不知道是不是察觉到了我有一点在有意的疏远他，反而就越发主动的过来找我。他一主动的话，我表面是会有一些抗拒的，就是比如会说一些你别烦我，去烦别人之类的话。我一说这种话，他就会过来锁我的脖啥的，就是有那种肌肤之情。而且每一次一这样，我心里其实是很高兴的，超级高兴。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高兴，就是你喜欢的人在肆意的跟你贴贴，然后你还要装作不耐烦的样子就跟他推搡。其实如果人有一根尾巴的话，我到时候肯定会摇的跟螺旋桨一样的。就想想还蛮搞笑的。
接下来就是我越提醒自己不能有跟他更多的接触，不能去喜欢他，就越是停不下来，越是喜欢他。比如说有时候去服务社之类的地方帮指导员队长买东西的时候，也会下意识的帮他买一份，然后意识到为什么要帮他买的时候，都已经晚了，还是会颠颠的去给他送过去，然后看到他开心的样子，自己也会非常开心。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就是与之相对的，我觉得凯巴也越发的大胆去拉近他跟我的距离。比如说什么刚熄灯的时候就问我什么时候回班里，然后我回到班里之后也不再跟我提他对象的事情，就是那次我说他对象作之后，他就没有在我面前提他对象的事情。甚至有好几次我回到班里发现他躺在我的床上，我就想轰他走嘛，他就说你的床挨着空调啊，然后什么各种借口说要跟我换铺，我自然是不同意的嘛。自然不同意的话，他就会故意赖在我的床上，然后我当时就没惯着他，我就自己也上我的床，然后我就用我后背顶他，然后他也用他的后背顶我，顶着顶着就睡着了嘛。甚至还有一次被查哨的班长看到了，查哨的班长就说咱俩搞基呢。怎么说呢？凯巴也没有很排斥，而是装模作样的把他骂走了。就类似这种事情，在当时其实数不胜数的。离谱是离谱，但我真的很容易被这种直男的把戏拿捏了。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在喜欢的人跟自己有肌肤之亲的时候毫无波澜。睡觉的时候经常贴在一起啊，洗澡的时候又互相搓背啊，叫我帮他擦体乳啊之类的。我甚至很多时候不明白他的这些动机是什么，因为有些动作就是哪怕作为战友之间的话，我觉得都是有点超过了，但是他好像也是乐在其中，我自然更是乐在其中。但我又想他肯定是直男来着，毕竟他还有女朋友，或者说他应该没有在这个议题上探究过自己，但他又是一个只比我小1岁的成年人，不应该什么都不懂。就像我一直说的，就是不存在什么直男掰弯这种东西，取向的确立只跟自我探究的深化有关。但后来我就放弃思考了，因为当下跟他的相处的过程真的很让我欢喜，尤其是我在接受自己其实是喜欢他的之后，就很享受那种过程了。但与此同时，我也发现自己对他的喜欢的情绪就越发的难以压制，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喜欢是会越发深刻的嘛，我就越来越想把这个喜欢的情绪给抒发出来。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从有这个自我意识以来，我就一直在积蓄这个爱的表达欲望，可能有时候真的有些忍不住了，但是我又真的担心有一些事情宣之于口之后就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比如说我关系就此决裂之类的，因为我真的很怕关系决裂这种东西，尤其是跟凯巴，所以说当时决定还就是忍着嘛。但与此同时，我对他的一些动作，或者说他对我的一些动作，就变得愈发大胆了。就是比如说在一起睡觉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搂着他，然后也搂着他，他也没怎么抗拒。这里就说一件有点让我想死的事情，不过说起来也是万幸，就是幸亏那件事情的发现的人是阿才，就有一天阿才在站夜哨的时候过来班里叫哨，顺便把我也戳醒了。我当时一脸懵，很奇怪，因为我是不用站哨的，因为我是通讯员。我当时还以为他是在恶作剧，然后第二天我见到阿才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你昨天晚上睡迷糊了吧？我看到你的手一直在按在那个凯巴的老二那边。我当时就突然很心虚，我说咋可能呢？我一点的印象都没有。然后他就说当时要给你拍下来就好了。其实真的拍下来就好了，因为还能留个纪念，因为我当时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还好是阿才发现的，如果是别人发现的，可能就要死掉了。直到有一天，然后
洗完澡，凯班像往常一样让我帮他擦身体乳，因为北京还是比较干燥的。然后我跟他擦身体乳的时候，看着他的后背，我就忍不住上去咬了一口。然后他一个机灵过来，反身给了我一个肘击。其实那个肘击也不疼，就是问我你疯了吗？然后我说我可能确实有点疯了吧，因为旁边就是战友。然后咬了一下之后，我可能有点上瘾，就很多时候又在一起睡的时候，我就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轻轻的去咬他。怎么说呢？他醒着的时候可能会肘我一下，如果睡着的话，那我就可能有点大胆。但是与此同时，我的内心就越发的煎熬，就是我真的好想告诉他我喜欢他呀，就是那种感觉，说不出什么具体的原因。这股爱意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既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关键事件去值得萌生这股爱意，也没有什么深刻的情感共鸣。可能真的就是因为长久的相处而日久生情吧。不过也就是这先后喜欢的两个人，让我相信一见钟情跟日久生情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当时真的是又毫无保留的开始喜欢他，就是把之前倾泻在白月光身上的那些爱意啊，全都又照搬式的倾泻在他身上。毕竟跟白月光相隔千里的状态不同，他是实实在在的站在我面前的，我可以实实在在的对他好。其实照我现在来看，他就算是个傻子也应该意识到或者感受到我是喜欢着他的，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对我说了一些话，让我还是决定要跟他告白。这件事情跟之后的事情我就留在下一篇说，因为我的嗓子现在有点哑了。当然我会很快更新的，因为思绪都已经被带出来了，我会抓紧的记录下来，然后定稿可能就会非常快。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最后的最后啊，欢迎大家跟我的音符去互粉交朋友啊，我会想学着去记录自己的生活啊，欢迎都给我提提意见。阿 B 的站内私信的话，我是都会看的，看到都会回复。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